我们为什么要读书？读书可以让一个人免于孤独。在疫情期间，在一个极狭小的空间里面，如果没有良好阅读习惯，就觉得是坐牢，度日如年。很多人在物质丰富之中却挨着饿，一旦精神上面挨饿了，就会空虚，找不到人生的意义。我是郭初阳，是中学语文老师，教书27年。疫情开始之后呢，试着做了一些面向成人的读书会。在这样一种现状之中啊，行动不自由啊，就像被囚禁了。如果一个人没有优质阅读，没有神游，那只能堕落，只能躺平，只能鬼混了。静心读书，确实在疫情期间对一个人的人心安定会很有帮助。人是社会的动物，打开一本书，它的本质就是交流。当我们翻开《论语》，直接就可以听到孔子的声音；翻开《理想国》的时候，你就是见到了苏格拉底，多么难得的场景啊！人类历史上那些非常伟大的头脑产生的思想，接受它，思想它，试着来质疑它，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交流的过程。上洗手间的时候啊，或者说躺在床上要睡觉的时候，在公交车上，在地铁上，最好包里面随身带一本书，走到哪里稍微有点空闲，那就可以打开阅读，专注地进入到书里面，这就已经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避难所了。我教过80后、90后，也教过00后。我感觉一言以蔽之，他们的个子越来越高，但是他们所看的屏幕越来越小。如今00后看手机屏幕，虽然屏幕上的东西变幻万千啊，但是我还是觉得可能会让你的见识局限在这极小的方寸之间，这是让人有点忧虑的。真正的阅读应当让人进入一种心流状态。当年我读金庸的小说啊，读的昏天黑地，读的废寝忘食，完全忘掉外面的世界，完全忘掉时间。但是如今呢？如今我们在那边刷的时候，刷过一段看下一段，刷过一段看下一段，有点像一个梦游状态。你拍拍他，敲醒他，问他你刚才在读什么啊？我不知道，我都有点担心。长此以往啊，热爱碎片化阅读的人会不会是一个很健忘的人？读到最后读了什么不知道，跑到这里来干嘛？忘记掉，陷入到像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里面所写的那个场景啊。最后大家都忘了周围的东西叫什么名字。躺平，那其实我们并没有看到某个人真的躺平了，我们只是想着算了，就到此为止吧，就在这里安息吧。它也是一个内在的心理状况，或者说甚至是一个时代的精神面貌的一些反应。barbecue 啊，或者说躺平啊，内卷啊，它都是一些挺好的词语，但是不要把这样的一些网络词语变成你的口头禅，让听的人感到厌倦。优质的输出，它有赖于充沛的优质的输入。那么如果说一个人只是孤独的对着那一个很小的显示屏的话，那么势必会导致他的口头表达和他的书面表达会比较匮乏。我们也见到这样的情景，每年考试考完以后，很多学生在那边撕书，太开心了，但他们误以为这是所有的书。很多学校恰恰是败坏了学生对于语文的热爱，恰恰是扭曲了学生对于文学的看法。那么离开学校以后，怎么样来保持阅读的兴趣呢？那我个人觉得，最好是加入一个优质的读书会。语文能力就等于一个人的思维能力，而一个人的思维品质高，日后也可能意味着他的生活品质会比较高。每一本完整的书，它会有生态，它会有人情世故。《红楼梦》就是一个非常丰富的社会文化的一个全信息的一个载体，在这里面进进出出多了，自然对他日常的生活会非常有帮助。而情商高的人，他能够判断社会的复杂场景。读书读得太少，确实也就不懂人情练达了。烛光前去卢浮宫看蒙娜丽莎，这时候来了一群美国游客，叽叽呱呱拍照，2分钟以后就离开了。由此就有一个感想，
说追求效率的美国人啊，朱光潜差不多100年之前就在跟我们谈这个效率问题了。5分钟猜一本书或者追求效率，有没有可能是偷懒的一个借口呢？总是多快好省，可能到最后结不了什么果子。效率只是价值评估的一种方式，那我们是否可以引入更为多元的评估呢？也就是说，我们做一件事情貌似非常有效率，但是它也是转瞬即逝的呢？有没有可能把自己的工作放在永恒里面呢？什么才是真正长久的呢？所以这是我们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前段时间因为疫情嘛，深圳那边有一个做早餐的小业主嘛，他在一个微信公号上面留了一段言，他说深圳某某村都封了我一个快30岁的人，这1个月来都没有赚到一点钱，我都想着我是要离开深圳了。他的那段话可能不过就几10个字，流传很广，他的表达一定是不规范的，他的文化程度也不是太高的。但是为什么这段话这么多人被感动呢？这套符号系统是来表达生活的，表达内心的。只要是真实的情感，只要是真实的现象，它依然会有穿透人心的力量。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那里面专门探讨什么是幸福，何谓良好生活我目前的生活状况，我能够安排自己的阅读，能够安排自己的写作、教学的工作，家里面能够有空间收养一条流浪狗，然后和狗一起出去走一走。我从动物身上可以学到很多，比如说狗，它很渴望出门，它对世界充满了好奇。狗不嫌家贫，它对生活没有抱怨，这是我们人类很欠缺的。狗对主人的无条件的热爱，充分的信任，我们是要经过很长时间的训练和学习才能够得到的。跟动物在一起相处，经常亲近自然和亲近书本，有一些思考，能够帮到别人，这就是在我看来的很理想的生活。第一本书是朱光潜的《谈文学》，他深入浅出地谈了文学的方方面面。作为一个语文老师，我非常希望每个人都能读一读，推荐北大出版社的那个版本。我推荐的第2本书呢是江若水老师的《湖上吹水录》。江若水是浙大的教授，其实吹水啦就有点吹牛的意思他提供给我们的一个从古代到当代从西方到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比较文学的视野。第3本书叫做《敬畏生命》，史怀哲在这本书里面，他记录了自己的成长的过程，以及他对这个生命伦理的一些思考，特别好。